听闻费可欣要给自己1000万美元的支票，李亚林瞬间的想法便是连忙拒绝。他甚至有几分慌乱地说：费小姐，你已经帮了我这么多，我怎么能再收你的钱？一旁的老爷子安启山一拍大腿，激动地说道：费小姐这个办法实在是妙，无懈可击，无懈可击啊。说着他指着李亚林开口道：亚林，钱的事儿你不用操心，费小姐给你这笔钱是为了让你在妻女面前能够更好地解释一切，不但不会让你的妻女埋怨你，甚至还会让他们觉得你心里对他们非常重视，这样整件事所有的矛盾点就有了一个完美的逻辑自洽的解决方案。说到这里，安启山又补充一句：不过你说的对，费小姐帮了你也帮了安家，这种时候说什么也不能让费小姐出钱，所以这笔钱我来出。李亚林忙道：叔啊，我也不能要您的钱啊，更何况我虽然赚不了多少钱，但家里经济条件也说得过去，我老婆和闺女也都不是贪财的人，他们一直都没把钱看得很重。安启山摆手说道：没人说你老婆孩子把钱看得重，这钱只是要让你拿着去向他们表明你对他们以及未来外孙的一份心意，你拿着支票回去，按照费小姐给你的方案1、2、3、4、5的都跟老婆孩子说清楚，那你之前的所有担心就瞬间迎刃而解了，而且这1000万美金对孩子的将来也是个非常有力的保障。你为安家受了这么多罪，该给我们一个表示感谢的机会。一旁的老太太连忙提醒：启山，你之前可是放出话来说你会去跟亚林的女婿沟通好，让他同意让亚林的外孙以后跟亚林的女儿姓李，这件事儿你可别忘了。安启山先是一愣，随即笑道：这肯定是我说过的话。行，这事儿我肯定兑现。说完他转而看向安重秋，嘱咐道：重秋，这件事儿你去办，抽时间约一下亚林的女儿女婿见面聊聊，无论将来生下来是男孩女孩，只要亚林的女婿同意让孩子姓李，那就由安家出面拿1亿美金给孩子做个信托。李亚林慌了，脱口道：安叔，这可使不得了，我怎么能收您的钱，而且还是这么多，把我卖了也值不了这么多钱，这绝对不行。安启山本着脸道：亚林啊，你也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怎么还这么磨磨唧唧的？你还别嫌多，这只是其中一部分，更多的会在将来慢慢落实。说着他又对安重秋说道：重秋，等你见了亚林的女婿，弄清楚他现在是做什么的，如果他是在创业，那就投他一笔钱，然后再输出些资源给他。如果他是在打工，就在安家体系内找一个对口的级别和收入以及未来发展空间更好的工作岗位给他，然后让他知道他之所以能得到这一切，就是因为娶了亚林的女儿，并且同意让孩子姓李。这样一来，往后他不仅会加倍对亚林的女儿好，而且还会一直认为让孩子姓李不是委屈了他，而是成就了他，如此一来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反悔。安重秋不假思索地说道：爸您放心，我一定办妥。此时的李亚林如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慌乱的不知该如何是好。安启山看着他，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认真道：亚林，你是死过一次的人了，凡事一定要豁达一点，从现在开始，你的核心使命是要为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后代做长远规划。安家为了报恩，一定会让李家以及李家的后代从这一刻起不断实现社会阶级的跨越，这一点是你做探长再努力也很难实现的，而且你也不要觉得欠安家人情，这都是安家应该做的。李亚林眼见老爷子坚决无比，一时间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他忍不住道：安叔，我心里从不觉得我之前险些被杀是为了安家。顿了顿，李亚林接着又道：毕竟我当时也只是凑巧选择在那天陪着您一起去凑个热闹，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遇到袭击我也只能说是自己倒霉，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是对安家有恩了。而且说来惭愧，我那次虽然差点死了，但也根本没为安家起到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我在那些全副武装的匪徒面前，甚至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就已经被击倒在地，充其量也就是个炮灰而已。其实李亚林还有一番话没有说出口，他觉得自己非但没帮上安家什么，反而真正救活自己，赋予自己新生的还是安家的外孙叶晨。自己欠了叶晨一条命，这种时候再拿安家的钱，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老爷子此时却冷着脸问道：怎么？炮灰怎么了？就算你是炮灰，不也是为我安家挡了子弹，为我安家当的炮灰吗？老子说句不恰当的比喻，照你这混蛋说法，那些没能杀敌却死在侵略者枪口下的先烈，难道就不是为国捐躯了？什么混蛋逻辑？这个李亚林一下子也感觉有些无言以对。诚然，老爷子的这番话确实要比他的更加符合逻辑。一旁的安重秋开口提醒道：老李，别忘了，这不是关乎你自己，是关乎李家的血脉传承和阶层跨越。再说了，你也知道老爷子的性格，就别做无谓的挣扎了。李亚林不禁想起先前在演出现场的贵宾包厢内，老爷子跟自己说的一席话，让女儿生下的孩子跟着自家姓李。这个路数虽说有些老封建，但却无疑戳中了他的内心。如果想让自己的家族传承下去，必要条件就是一定要把姓氏也传下去。若是这件事真实现了，自己死后也不算愧对祖宗。思前想后，他向着老爷子拱了拱手，诚恳道：安叔，您一家人的恩情，亚林一定铭记在心。安启山严肃道：以后就都别再提谁对谁有恩了，我们要在未来的时间里相互帮助，相互扶持。李亚林重重点了点头。一旁的安重秋忽然想起什么，对李亚林说道：对了，老李，嫂子前几天来纽约了，不过我不知道她现在还在不在纽约，要不要我打个电话问问她？李亚林忙道：对，你帮我问问她人在哪，如果她在纽约，我这就去见她。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